夫君从战场带回了一个女子，她经常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，说着我听不懂的话。她说我很可怜，可怜，这可真是好笑。我有什么可怜的？我父是当朝宰相沈崇，我夫君是威武侯世子裴元景，我是世子夫人沈清一，上的公婆看重，下有儿女双全，和自己夫君也算是相敬如宾。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利益相连，我又有嫡子，地位自然稳固的。我的夫君离京5年，终于得胜归来。他得胜归来的消息刚一传遍，沉静多年的威武侯府又热闹了起来。我婆婆裴夫人高兴极了，笑着问我的一双儿女：爹爹回来了，你们高兴不？儿女同时茫然地看着他，时间太久了，孩子早就忘了父亲长什么样子。我站在旁边笑着也不出声，就这么看着。婆婆对我招了招手，我乖巧上前，婆婆略带疼惜地摸了摸我的手道：青衣，这些时日委屈你了，好在元景马上就回来了，最近各地还算安稳，想来他也不用再离京了，只是润哥儿一个男孩到底单薄了些，若你们能再生个兄弟2人，也有个帮衬不是？我闻言眉头皱了一下，心里充满了排斥，只因当初生瑶姐儿时难产，命差点没了，可传宗接代一直都是大事，由不得自己拒绝，只能乖巧应下。婆婆看着我乖顺的样子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只是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外，丈夫回来那日还带回来一个俏丽可人的女子。我略带疑惑地看着陪丈夫外出的柳姨娘，柳姨娘委屈地看着我，眼里泪花要落不落的。不过丈夫行至面前，我也无法开口询问，只能乖巧行礼道：相公，欢迎回来。丈夫亲手扶起了我，语气满是温柔道：我不在家，辛苦青衣操持家务，孝顺父母了。我故作害羞地低下头道：这都是我该做的，谈何辛苦。那女子不满地瞪我一眼，然后骄纵地说道：这就是嫂夫人吧？嫂夫人给我安排个地方住，裴兄说了收留我的。我闻言诧异一下，惊讶地盯住那女子看了许久，相公却温柔而又宠溺地冲那女子道：你啊，性子还是这么急，我还能不给安排地方住不成？那女子闻言直接抱住了相公撒娇道：我这不是怕你忘了吗？我看着眼前的一幕充满了惊讶，自小的教育告诉自己男女大防，这女子是谁啊？居然如此。我沉默了一会，找不到合适形容女子的词语。相公看起来确实极享受，笑着对我说道：青衣别见怪，婉莹和我们常在军营，不拘小节习惯了，你给婉莹好好安排个地方住，我此番能大获全胜，婉莹功劳最高。我闻言更加惊讶地看着那女子，那女子骄傲地冲我扬了扬下巴，脸上满是骄傲，还有对我的不屑。我好笑地摇了摇头，冲相公温柔地问道：那这位婉莹小姐是安排在内院还是外院？相公闻言一下子顿住了，有些诧异地看着我，看到我什么都明白的目光，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带着一丝愧疚地说道：青衣在内院给他安排一处清静的宅院。我闻言了然地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言语，只是道：娘等候相公多时，相公去给娘问个安吧。相公闻言点了点头，抬步准备过去，就见那女子直接抱住了相公的胳膊，冲相公笑着说道：我借住此处，也得给阿姨打个招呼吧，我和你一起去，嫂夫人你就不用和我们一起了，那东西什么还得收拾一下呢。我闻言刚要抬步的动作一顿，惊讶地看着他，夫君赶紧拉过他，冲我不好意思地笑道：婉莹是我在战场上捡到的，许是伤了脑袋，规矩什么的都忘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没说信还是不信，看着他们相携进门的身影，男俊女美，当真般配啊。我自嘲地笑了一下，冲柳姨娘使了个眼色，柳姨娘会意，低头跟上，坐在屋里。我端着茶冲跪着的柳姨娘道：说说吧，那女子什么来路？柳姨娘跪在地上哭诉道：妾也不知，只知道她是突然出现的。那女子特别奇怪，一点不像良家女子，偏主子不知道为什么还特别宠她，无论走哪里都带着。那女子在永城常以主君夫人自居。说到这时候，柳姨娘还小心地扫了我一眼。我闻言端茶的手顿了一下，却并没有放在心上，不过心中却也难免怀疑，这是哪里来的女子，居然如此不懂礼数，而且行为举止如此不端，主君居然也纵容。可我知道柳姨娘此话不过是想借着我的手给她个教训罢了，我怎么能如了她的意？纵然我再不喜欢这女子，也不会在主君正是喜欢的时候动手，所以我淡淡开口道：我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柳姨娘乖巧退下，只是表情是难掩的失望。我此时心中却不像表现出来的那么淡定，要说一点反应没有那是假的，毕竟我15岁嫁给夫君，也是过一段时光的美好日子。只是出阁前娘早就教导过，对夫君可以崇拜，可以惧怕，可以敬爱，唯独不能动心。像我们这种家庭，纳妾本就是常态，我本来也就做好准备了，不是吗？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也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。就像那郑侍郎，以前可是出了名的宠妻，满朝皆知，他未曾纳过一个通房，妾室也没有。世人谁不赞郑夫人是个有福气的？
丈夫的独宠，不知道招了多少人的眼红。大家背后都说那郑夫人是个善妒的，导致她的女儿都没人敢娶。可就是这么享福的郑夫人，10年生了8胎，生第9胎的时候人血崩没了，新丧刚过，新妇就入了门。常言道，有了后娘就有后爹，可怜的还是她留下的几个孩子，在后娘手下讨生活。因为郑夫人的行为坏了娘家女子的名声，所以娘家对郑夫人也不亲近，对郑夫人留下的孩子更是不管，继母不慈，外家不管，真是可怜见的。人死如灯灭，现在还有几人还记得当初的郑夫人？女人啊，只有活着才能再谈其他的事，不然不过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，我才不会那么傻。只要我不犯错，谁又能动我的位置？沉思间，那女子就直接闯了进来，冲着我道：喂，我警告你，懂点事自己赶紧离开，裴郎又不喜欢你，你还在这待着，有没有点女人的自尊？我闻言诧异地盯着他，不明白他是怎么如此理直气壮说出如此不要脸面的话的。而且我是正妻，就算是要离开，滚的也只能是他吧。我有些好笑地看着他道：这位姑娘，请问您何出此言？我可是夫君3媒6聘娶回来的媳妇，这话难道不该我问您？他闻言一下子炸了道：你这个女人怎么这样啊？你不是应该以夫为天吗？以夫为天？我闻言轻笑了一声道：怎么，夫君是要休了我？听到我的话，他可能是怒了，他用一种我理解不了的骄傲说道：裴郎亲口说的，我是他最爱的人，感情中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，你懂点事自己退出，省得被赶出去，那多丢人啊！我听到只觉好笑，什么爱与不爱的，我只知道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只是他刚说完，婆婆就匆匆赶到。听到他的话，婆婆捂着胸口冲旁边站着的奴婢道：你们都是死的！由着这疯婆子在这胡言乱语，我倒从未见过婆婆如此失态的样子，顿时也有些佩服起了那女子。连当今太后都曾夸过婆母的规矩，没想到今日败在乡野丫头身上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家，居然养出了如此不知廉耻的姑娘。那些奴婢听到夫人的吩咐就要去抓她，她愤怒地喊道：你们这些贱婢，凭什么抓我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你们未来的夫人，信不信裴郎卖了你们？住口！哪里来的疯婆子？婆婆看了眼我，见我没有放在心里，狠狠松了口气。裴家的夫人就在你面前，你不过是我儿带回来的玩意，哪里来的脸面自称夫人？匆匆赶来的相公闻言，脸色也十分难看，还没等他说什么解释的话，就被婆婆甩了一巴掌。我惊讶地看着这一幕，因丈夫是婆婆独子，婆婆很少动手打她，基本都是当成宝贝一样的宠着。我嫁过来这么久了，这还是头一次，看来婆婆也是真的因为那个女子动了真气，这倒是新鲜了。那女子看着裴郎挨打，本来就因为婆婆的话心里憋着气，这次哪里还愿意忍着，直接跑过去推了婆婆一把，并骂道：死老太婆，你懂什么？我和裴郎是真爱，我才是裴郎的妻子。我吓了一跳，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那女子，不过还是动作极快地飞扑过去，但也只来得及垫在婆婆身下。相公也被这情况弄懵了，呆呆地愣在那里。我赶忙怒吼道：还愣在那里干嘛？赶紧找太医！不行，不能找太医！反应过来的相公连忙说道。这话一出，无论是还在呼痛的裴夫人，还是正在忙碌的众人都顿住了，场面安静的可怕。只见裴元景直接跪着道：娘，婉莹她也是心疼我，要是请太医，您让婉莹怎么做人？我诧异地盯着他，简直不敢相信他在说什么，那可是他的亲娘啊，他不会是被什么迷了心窍吧？那女子看着可不像中原人，行事做派透着古怪，我心里越想越害怕。这一刻，我突然倒吸了口冷气，默默地离那女子远点。此刻我甚至还怀疑那女子是不是有什么古怪，不然怎么这次回来她变得这么奇怪？以前的她是最孝顺裴夫人的，本就受了重伤的裴夫人听到自己儿子这么说，哪里还能忍住，指着他生生气晕过去。侯爷回府时听说了这件事，直接把他们叫去了祠堂。他们到底说了什么我不清楚，可是还是听下人说侯爷发了很大的火，还说了侯爷让夫君选一个，到底是选择他们还是那女人？还听说夫君毅然决然选了那女子。我抱着一双儿女，心忍不住沉到谷底。我承认最开始我并没有把那女子放在心里，觉得无论从哪里来看，她都动摇不了我的地位。可是现在看来，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。我派人去前院打听，想看看公爹到底会怎么处理这件事。很快下人就跑来告诉我，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，姑爷要带那女子另建府邸，还要娶那女子当平妻。我闻言顿了一下，挑了挑眉，心里忍不住有些悲凉，不过还是强打起精神询问道：那侯爷怎么说？既然事情只能这样了，我也只能看开，想办法保住自己的利益才是真的。我还有一双儿女，侯爷说要是出了这门，他就没有这个儿子。下人低着头不敢抬头，恭敬回道：那夫君怎么做的？我还是有些期待地问了句。那下人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，语气颤抖地说着：
老爷头也不回地走了，我再也撑不住身上的力气，一下子坐在椅子上，闭了闭眼，眼底隐隐有泪珠滑落，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酸涩。我调整了很久，在睁眼时，眼里已经一片平静。我沉默了好一会，才对身边站着的人道：“沈嬷嬷，你去派人请爹爹前来，这事裴家怎么也得给我们沈家一个交代。既然丈夫注定失去，那就得想想怎么把这件事利益最大化。公公一向偏疼柳姨娘生的孩子，若是把爵位传给了庶子，我岂不是成了这满上京的笑话？看来自己得去婆婆那里走一趟了。这时候，怕也只有她和自己利益一致了。想来她应该也不想看到一直被她打压的庶子爬到她的头上来。这般想着，我赶紧起身朝婆婆的寿春堂走去。路上刚好遇到裴元景和那个女子，我顿了顿，给裴元景行了一礼，也算是全了我们这夫妻一场的缘分。裴元景愧疚地看着我，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，我并不感兴趣。我上下打量了那女子一眼，不是什么出色的女子，我不明白我到底输在了哪里。裴元景想上前来，却被那女子硬生生拉住了。她得意地看着我，眼里满是同情和怜悯。是啊，她该同情我的，毕竟属于我的丈夫，宁愿不要属于他的一切，也要离开我。我沉默着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就这么安静地看着，谁也不清楚我此时到底在想什么。旁边的嬷嬷心疼地握着我的手，我冲嬷嬷笑了笑，转身离去。注意到低头的丫鬟们眼里的同情，我有些自嘲地笑道：“沈青衣，你看，现在连丫鬟都在同情你，估计明日满上京上下都该传遍了吧？他们会怎么说呢？无非就是侯府公子为了一女子抛弃发妻，然后他们所有人都会同情我，同情我败给了一个农女。呵，真是讽刺啊！没想到我一向骄傲的沈青衣也有今日。”到了寿春堂，就见平常端庄沉稳的裴夫人此时像是泄了全部的力气，我有些心疼地望着她，没唤她婆婆，而是叫姑母。你怎么了？没错，我的婆婆也是我的亲姑母，和我的父亲同父异母。我姑母的母亲是祖父的第二任妻子的孩子，自小在祖母屋里长大，祖母未有女儿，所以对这个嫡女还算疼爱。当初我嫁到这里，固然有利益的结合，可也有母亲觉得嫁到这里，上面有婆母维护，自然好许多。不可否认母亲是对的。我嫁入侯府也有7年，虽然丈夫不在身边，可日子过得并不算差。裴夫人反握着我的手，直直地盯着我道：“青衣，你应该也接到消息了吧？老爷此举应当已经放弃了远景。”远景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像鬼迷心窍了一样，被那女子迷惑。如今倒是我裴家对不起你。从身份来说，我是你的姑母，若是早知道有今日，我定然不能厚着脸皮去娘家求娶你。你也别怪姑母。我看着她虚弱的样子，心里也很是难受，眼泪不自觉就流了下来。我可是千娇万宠长大的，陡然发生这样的事，我又怎么能不怨呢？我嫁入裴家那么多年，自问做好了一个媳妇该做的，可是为什么？凭什么？我不服，也不甘心。但是我能做什么呢？我婆婆握着我的手又道：“赶紧让人通知你爹，就说我的意思，世子之位只能是咱们润哥儿的。”我低着头，闻言倒是有些惊讶，倒是没有想到婆婆和自己想到一块去了。也是，世家出身，哪有那么多情情爱爱，大多利益为先。我苦笑了声，点点头。看我点头，裴夫人似才松了口气，有些不高兴地说道：“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狐妹子，居然迷得我儿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不行，我得去万佛寺请高僧出山看看。想来这一切都不是我儿本意。青衣，等我身体好了，你陪我走一趟。”我闻言乖巧的点头，看着我乖巧懂事的样子，裴夫人显然极为满意，不过同时也更加心疼了。她也想不明白，她儿子为什么放着好好的青衣不要，偏看上了这么个玩意。若是个高门贵女那也就算了，偏是个没有规矩的乡野丫头。她就是日子过得太顺利，赶出去让她自己明白一下以前的日子多幸福，她自己就懂了。我哪里不清楚婆婆的想法，可是她如此对我，等我儿子被请封世子，她自然也就失去了作用，回来也得看她愿还是不愿。我低着头，眼里一闪而过的计较，毕竟我长这么大，可从来没丢过这么大的脸。正在我低头沉思间，她握着我的手，转而宽慰我道：“你放心，只要姑母在，谁也不能动摇你的位置，哪怕是远景都不行，那不过是个玩意，你不用把她看在眼里。远景如今年纪还小，不懂事，遇到这样的女子觉得新鲜。谁年轻时候能不犯些错误？她就是这些年太顺了，她以为她能有今日都是自己的努力。呵，要不是老爷在背后撑着她，她以为她是谁？你啊，瞧着吧，等她吃了教训就乖了。”我闻言心里十分赞同，不过我也清楚姑母怎么说没事，我不能附和，所以乖巧的听着也不吭声。姑母抱怨了许久，日头西落才放我回了院子。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精彩，躺在床上我迟迟不能入睡，过了不知道多久才闭上双眼，只感觉自己没睡多久就被叫了起来。
我痛苦地睁开眼睛，有些不悦地看着叫醒我的下人。那下人害怕地低着脑袋，哆嗦着又重复了一遍道：“老爷来了。”这一遍我听清楚了，我闭了闭眼，赶紧更衣迎了出去。我爹先是上下打量了一下我，见我无事松了口气，像小时候一样摸了一下我的头道：“没事，爹在。”本来一直都很冷静的我，闻言眼泪像失控了一样唰地掉了下来，心里只觉得一阵委屈。我眼泪汪汪地看着他，他看到我哭得这样难过，心里怎么可能好受？所以本来就严肃的脸更加难看了。你放心，此事他裴家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。我点点头，看到父亲，我一下子就安心了。我的父亲最疼我了，一定会给我做主的。接到消息的老侯爷匆匆赶了过来，看到这一幕心里咯噔一下，清楚这事不能善了，心中又忍不住把那坑爹的死孩子大骂一顿。他虽然有爵位不假，可真比不得沈家简在地心，两家要是真闹起来，他可一点胜算都没有。他只能苦着脸陪着笑，把我爹引进书房，具体谈了什么我不清楚。不过隔天老侯爷就上了折子，请封我儿子为世子。圣旨下达的时候，那女子又来府中闹了起来，说什么裴郎好好的，凭什么请封我儿子，还指责我的儿子不孝，抢他爹的位置。我本来也没把他当回事，可他居然指责起了我的儿子，我怎么可能容他如此放肆？此时儿子世子之位已经定下，我自然也无需给裴元景面子，直接吩咐下人用最羞辱人的方式把他撵出去，还在暗地操纵舆论。于是他前脚刚被侯府下人撵出去，这消息不知道怎么就传得到处都是，所有人也都知道侯府前世子为了女子丢了世子之位，那女子不成体统，比不得前世子妃半分。所有人都在疯狂地猜测那女子怎么做到的，有人说她行事不正，有人说她手段了得，还有人说她不知使了什么法子。他们所有人都觉得这事很不正常，但凡是个脑子正常的都干不出这事。而且自古以来这种事情传得最快。我躺在家中听着下属搜刮来的流言，不得不佩服起他们的想象力。可不仅是他们，我都觉得裴元景此时很不正常。他一直是被当成继承人来培养的，凡事严格，在二代中也算是拔尖的。而且我认识的裴元景精于算计，对人心的把握尤为厉害，怎么会是现在这种满眼都是女子的货色？我甚至有个大胆的想法，莫不是真的元景在战场上出了什么事？眼前这个竟是旁人假扮的不成，不然怎么也都说不清啊。此事闹得特别大，引得御史弹劾，朝廷上的官员也很是看重这个事情。谁家没有女儿，都怕自己女儿跟我一样遇到这样的事，也怕孩子跟她学习，所以朝堂之中所有人罕见达成一致。于是裴元景的将军之位还没坐稳，就被一撸到底，成了大门守卫。我得到消息，心中十分畅快，搂着一双儿女，50都多用了许多。果然啊，老天还是开眼的。虽然我清楚之所以会变成这样，父亲肯定出手了，他们如此折辱于我，折辱沈家，父亲怎么可能放过他？大门守卫，哈哈哈，真是好笑。父亲果然还是那个父亲，活该。比起我的高兴，裴夫人差点没气死。她此时恨得咬牙切齿的心都有了。她觉得如果不是那个女子，她儿子怎么会变成守大门的？就算她把儿子赶了出去，可那也是自己的儿子，她现在根本都不敢出去走动，真是丢不起那人。都怪那个小贱人，如果不是他勾引我儿子，我儿子如此乖巧懂事，怎么变成这样？曾几何时，儿子一直都是自己的骄傲，别人提起自己儿子的时候都是满脸羡慕。可那个乡野丫头硬生生让他的骄傲变成了一个笑话，他那里还能容忍他活着？他活着就是对我自己最大的讽刺。他终于没忍住对那女子出手了。接到消息，我平静地对手下吩咐道，若是必要的时候，帮夫人一把，懂？这是我要有预料的事情。以姑母的性子，居然忍到现在已然不易。手下闻言恭敬地点了点头。没有多久，就听说裴元景新买的宅子失火，差点把那女子烧死。裴元景发了很大的火，告到衙门，请衙门彻查。得到消息的我一口茶喷了出来，不敢置信的又问了一遍，得到准确的答案。我沉默了半晌，心里突然同情起了姑母。这儿子生的当真是作孽啊，这么明显的后宅手段，他不是应该自己去查吗？居然直接请了衙门。姑母可没有遮掩一点自己的行动，我想她也是在变相的和那女子较量，让裴元景选择谁的意思。可裴元景够狠，古人常道，娶了媳妇忘了娘，果真如此。后来听说姑母最喜欢的那套白瓷不小心被打碎了，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什么都没查出来了，所以官府定义为意外，能不是意外吗？我是看到他姑母急匆匆去了书房，要不说还是男子理智呢。他知道姑母一直在后面接济裴元景，可公公不但没有，还在背后做了不少事情，所以最近裴元景才会做什么什么不顺。我有些好笑地摇了摇头，暗叹真是孩子都是父母的债啊。那女子并不相信，可能是女子的直觉吧，她觉得就是侯府里的人害她，所以一直和裴元景闹了起来。裴元景从将军变成守门士兵，本就心情不好，再加上之前他是侯府世子，
什么都是最好的，现在的差距他那里能接受，两个人不可避免的就闹了起来，听说还动了手，可惜了那场面我没能亲自看见，真是让人遗憾呢。可怜的我只能独自一个人，被成群的丫鬟婆子伺候，每日用美食麻痹自己的伤心，还得时不时看着他们的幸福。哎，我可真惨。我有些好笑的摇了摇头，心里满是嘲讽，我真不明白，这就是他们要的爱情，当真是可笑，饭都快吃不起的爱情。裴元景的月俸养活他们已然艰难，更别说再买奴婢，所以家中活计自然没人干。自穿越过来就一直有人伺候的楚婉莹，哪里干过这活，所以自然不愿。他没干活，裴元景堂堂侯府公子更不可能会干，每日回到家就面对乱糟糟的一切，本就爱结的裴元景哪里受得了。两人吵过以后，最终裴元景还是厚着脸皮来到侯府找娘帮忙，可他不清楚，他的几次作为早就伤了裴夫人的心，哪里还愿见他，可到底还是不忍，纠结了许久，拿出一张银票递给小厮，让小厮给他，自己去了东院看孙子了。毕竟孙子是他现在唯一的希望，我对此事自然高兴。他越看重孙子，对自己而言越是好事。为了儿子的以后，我甚至提出要不让润哥儿养在婆婆屋中。裴夫人闻言自然极为高兴，可她却没有这样做，而是笑道：你有这心我就很是高兴了，润哥儿无论在哪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孩子年岁不小，也该找人教导才是。我闻言点了点头道，儿媳本来想请孟夫子教她的，可是孟夫子到底名声在外，怕是不大会给儿媳面子。裴夫人闻言沉默了一下道，若是孟夫子，你怕是当真不好请来，听说他爱极了古籍，你爹书房里有一本，我去和你爹说，他要是出面，怕是比你有用，若是公爹能亲自去请，那自是再好不过，可是否麻烦了公爹？我闻言心中特别高兴，不过还是试探的说道，哎，都是为了自己的孙子，有什么麻烦的，倒是便宜了那些小子们了。裴夫人喝了杯茶，有些不高兴地道。我闻言顿了一下，心中清楚，姑母说的是那些庶子的孩子，这个话题自己不好插嘴，只能低着头。最终裴夫人还是说服了侯爷，侯爷亲自登门，许诺众多，才让孟夫子登门。心中总算完成一件事情的我，总算松了口气，只是这口气到底松得太早了。没多久，就听下人道，那女子又来了，还指明要见我。我闻言沉默了一下，吩咐道，让她进来吧。我倒挺好奇，她不好好过她的日子，过来干嘛？再次见到那女子，我愣了许久，比起初见时的艳丽，她此时更像被摧残的花朵，早就失去当初的光芒。只看她一眼，我就知道这女子日子应当并不好过。我挑了挑眉，心里暗喜，看到她过得这么惨，自己好歹舒服了不少。我笑着问道，不知道楚夫人来这所谓何事？她听到我的称呼，瞬间又变得骄傲起来。她有些不屑地扫了我一眼道，还算你懂事，看在你那么懂事的份上，我不是不能让裴郎给你个名分，像你这种女人，以夫为天，没有点自己的思想，不过就当我可怜你。你要是能让裴元景回来，我也不是不能和你和平共处。他抬着头，一脸施舍地冲我说道。我闻言顿了一下，像看傻子一样的看了他一眼，我的眼神好像激怒了他。他顿时愤怒地说道，你不过是个被丈夫抛弃的女子，我也是同情你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。这次纵然我脾气不错，也被惹怒了。我愤怒地对他说，不过是个玩意，哪个让你在我面前张狂？我不把你放在心里，你觉得我是怕你不成？只见他不屑地看了我一眼道，不过是个被相公抛弃的老女人，连个男人都管不住，你有什么用？我是个玩意又怎么样？你男人宁愿选我个玩意，都不要你这个高高在上的贵女。听到这话，一向冷静的我再也冷静不下去，一个杯子扔在地上，疯了一样冲下人吼道，把她给我撵出去。那女人看我失态的样子，不屑地撇撇嘴，摸了摸肚子道，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我？我怀的可是你们少爷的孩子，你们主子的孙子，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们哪个有命赔？她转过身，嘲讽地看着我道，我再不讨喜，怀的也是裴家子孙，时间还长，咱们走着瞧。我劝你现在乖乖听话，不然有你后悔的时候。说完转身离去，可不得不说，他的话还是对我产生了影响，我开始害怕了。我不再像以前一样笃定，我的眼中浮现了一丝打算。本来我想让他们俩相互折磨，可现在不一样了。他的到来提醒了我，乾坤未定，一切皆有可能。我偷偷写了一封密信，由我最信任的心腹传了出去。没有多久，裴元景就在去接楚婉莹的路上马车受惊，摔断了腿。接着坊间突然传闻，说是楚婉莹身份不明，别是敌国奸细，不然怎么他一举一动不像本国人？还有和他们一起打仗的将士说出了楚婉莹平常说话特别奇怪。消息很快就传到当今那里去了。当今闻言震怒，本着宁可错杀也不放过的理念，派人把楚婉莹关了起来。裴元景闻言拖着半残的腿跪在老侯爷面前，
哭着求他救救楚婉莹，说楚婉莹肚子里还怀着他的孙子呢。老侯爷闻言哪里愿意，毕竟要救楚婉莹就是和皇上作对，所以他果断拒绝。可到底是疼了那么久的儿子，还是劝道，不过是个女子，你只要放弃她，跟青衣好好过，你就还是侯府大公子。你也不看看，自从你跟她一起搬出去，发生过一件好事没有？就算这女人不是什么奸细，也是个祸害。老侯爷厌恶地说道，爹，我不许你这么说婉莹，你这是偏见。裴元景愤怒地吼道。老侯爷闻言差点没气死，指着他半晌说不出话。他恶狠狠道，好好，你好得很，你不是有本事吗？你有本事要是在外面过不下去了，别回来哭着求老子啊！不求就不求，我去想别的办法。裴元景的性格哪里能经得住老侯爷这么说，直接跑开了。后来我听说裴元景不知道怎么做到的，倒是救出了楚婉莹，可是本就快被贬没了的官职更是直接没有了，更是搭上之前还是侯府世子时候所有的交情。老侯爷听闻大怒，这下就是我也不得不感慨一下他对那女子的情深。我坐在马车上，听着那女子对裴元景的抱怨他无用，嫌弃他救他的时间太慢了。裴元景都一言不发，我听着却心绪复杂。若是以前你告诉我有女子能这么对裴元景，我是不信的。可此时听着耳边传来的声音，我靠在马车上，淡声吩咐，走吧。隔着马车，我和裴元景对视了一眼，我看到他眼底的惊讶，摸了摸有些酸涩的心脏。原来啊，不是说不在意就能真的不在意的。没过2个月，那女人生了，是个女儿。不可否认，我听到是个女孩的时候，心里难免松了一口气。我很清楚，公公他们可能对那女子很是讨厌，可孩子不一样，怎么都是裴家血脉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裴元景在后面给他出主意。自从生了孩子，他聪明了很多，他也清楚自己不讨喜欢，但是孩子不一样，所以干脆拿孩子下手。果然没过几次，裴夫人态度果然软化了。我一点也不惊讶，毕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我的儿子已经是侯府世子，我只需培养好我的儿子女儿。可能是姑母的态度给了他错觉，他又恢复了往日的嚣张，甚至比以往更甚。我不知道怎么的，感觉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干脆寻了一个偏远的院子，安静的待着，种种花，看看书，日子过得也很惬意。可能是我的退步给了他们错觉。没多久，裴元景就回来了，他最终还是以姨娘的身份回到侯府。我闻言讽刺一笑，是啊，再是姑母又能怎么样？裴元景可是他的亲生儿子，心里也免不得很是失望。同时我也有了一丝危机感，于是派了属下悄悄在他们平日里熏的香里加了东西。我就这么在这座侯府里熬着熬着，看着楚姨娘因为生不出孩子到处寻医问药，看着我的儿子一点点长大，看着当初为了楚姨娘违抗父母的裴元景纳了别的女子，那女子像极了楚姨娘年轻的时候。我想到楚姨娘看到那女子的崩溃，真是觉得可笑，可笑她这么多年还没看明白。以前我一直不清楚我到底输在哪里，现在倒是明白了。像裴元景这样被规矩束缚长大的男子，是特别向往自由和随心所欲的。他喜欢的不是楚姨娘，而是他身上什么都敢说，什么都不怕，什么都不在乎的气质。当他在生活中慢慢被磨平棱角，那么被抛弃本就寻常。只是那女子没有楚姨娘的运气，她死在了后院争斗中，也因为她，楚姨娘被裴元景彻底的怨恨。我好笑地看着这一幕，暗叹当真是报应不爽啊！现在的楚姨娘可不像极了当初的我，只是她并没有我的家世和身份，所以她自然没我幸运。最后的结局是被送到庄子里。后来啊，公婆相继离世，我的孩子继承了侯爷的位置，我成了这侯府的老夫人。我终于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，也不用再蜗居在这小小的院中。当我坐在椅子上，妾室低头行礼的时候，我又再次见到了那女人。哦，不应该叫楚姨娘。再见时，我还一如往昔，她却苍老了很多，头发都白了大半。这一刻，我坐着，她跪着，没人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。压抑了许久的内心总算得到了安慰。我笑着对自己说，你看，最后还是我赢了。全文完。